么样？这次又是怎么跟你老婆汇报的？人嫂子还在呢，你能不乱说吗？我乱说了吗？难道你不承认你结婚了？你结婚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我还误会了你和兰兰。这怎么算误会呢？兄，你就说，比起你老婆，你跟兰兰在一起的时间是不是长多了？写歌、打游戏、逛街、吃饭，哪样不是一起干的？除了不能一起上厕所，还有什么不能一起干的吗？行，来，喝去了。来，你这话题转移的太硬了，不喝酒就别张了。不是，结了婚就不能有异性朋友了吗？我跟阿修在一起很放松，很开心，我俩懂彼此，而且他是唯一一个能跟我同频共振的朋友。那你们算什么？soul mate。你还爱你老婆吗？当然爱了，可能时间久了，激情没了，把爱放在心底，慢慢就找不到了吧。这你都知道吗？真不愧是soul mate呀！我觉得，如果真的爱彼此的话，应该不需要再重新找一个灵魂伴侣了吧？嫂子，你是不知道阿修的老婆什么样的性格，事业女强人，觉得阿修不上进，所以阿修就特别不开心。而且啊，他老婆特别不喜欢让阿修跟我们这帮人一块玩，尤其是老公，不务正业，坐吃等死。所以呢，兰兰就不一样了，她呢跟我们一块打篮球、打游戏、看美女。兰兰呢跟我们在一起就特别开心。在我看呢，就是阿修和他老婆彼此遇到了错的人。我看你是在错的时间该喝酒了。哎，那既然这么不快乐，为什么不离婚呢？嫂子，你这说哪儿去了呀？只因为麻烦呗，分家产什么的，想想都累。但凡离婚手续跟谈恋爱分手一样轻松，你看他们离不离？有的人觉得交往就像一种交易 ，business。总之，我是不会接受的。什么叫交易啊？不是吗？你不可能没有任何目的的去特别纯粹的爱一个人吧？谈恋爱的时候，很多人会爱自己多点儿，你总要去判断对方能满足自己多少舒适感、满足感之类的。当你认可接受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以为这就是爱情了？这不过是多方面考量后的更好选择罢了。就非得把这么美好的事儿说的那么下三滥才能我没拦着你们美好呀，你们爱的倾心脱俗，你们爱的不食人间烟火，行了吧？你别说我们，你自己呢？你没爱过，没想过要结婚？你别说，还真有。小时候啊，我喜欢王子公主的爱情童话。大学呢，我认定隔壁班的徐莹莹就是我未来的老婆。工作后，我以结婚为目的谈了好几次恋爱。你说当时我怎么就这么无耻呢？啊，目的性怎么就这么强呢？为什么就不能纯粹的、轰轰烈烈的谈一场恋爱呢？那你觉得什么才是纯粹的恋爱呢？打个比方，爱上一个人，不是因为他面容俊俏、身材高挑，而是那天阳光很好，他穿了一件白衬衫。确定他只穿了一件白衬衫吗？我确定你给我滚一边去。那我换一个说法，遇见他的时候，阳光很好，微风不燥，而他刚好嘴角带笑，对我淡淡说了声约吗？我要掀桌子了。你看冷静点，来，坐。不坐。那我问你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遇到那个纯粹的爱情了吗？遇到了。在遇到他之前，我真的以为我不会为谁心动的，但那次不同。我像个情窦初开的中学生，
同时与恋爱有关的所有，毫无准备，一下就迷失在命运的世界。你好，我是江一帆。我是向子申。你好，我叫雨禾。说说你男朋友吧，虽然多数时候我不用投其所好，但是知己知彼，更有效率。我男朋友他是一个漫画家。为什么你可以接受所有人的爱，却不能接受我？你无视我的存在，忽略我的感情。你在践踏这世间对你最真、最贱、最无私、最狂热的一颗心。你永远都不会明白，那是爱。他的笔名叫向子申，也许你听说过。我呢，提前准备了几部他的作品，你可以熟悉一下。但是你不能爱上他哦。真的好喜欢您的作品，我可以跟您见面吗？请您满足我这个忠实读者的心愿吧。真的好想知道，您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拜托了。好。你长得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你长得也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呢？叫我笔名就行了。向子申。有多深呢？那好吧，向老师，我非常好奇，你到底经历什么样的故事才能画出那样的作品啊？没故事，想太多而已。没有曾经沧海的心，又怎么能描绘出撕心裂肺的痛呢？你的作品看似放荡不羁，但是只要认真体会的话，就会发现，其实你非常渴望那些简单纯粹的东西，比如爱情，比如自由。所以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一个悲观主义的理想家。这你都能感受到吗？说实话，我真的没懂你说的什么意思。你可真会开玩笑。作品是作者内心的写照，你的内心是浪漫的、挣扎的、激情的、矛盾的。你借角色之口来倾诉感情，辩证观念，就好像是跟自己下了一盘没有输赢的棋，玩了一局没有输赢的游戏，简直太棒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轻易的就窥探到了我灵魂深处最隐秘的部分，那是从来没有被人发现的部分，真令人害怕。女主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拜金女，她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。对标的时候找的参考就是赛博朋克风格下的机器人，没有人类情感的机械姬。后来说什么她又爱上一个男人，哦，不顾一切的爱上一个男人，甚至愿意为了他去死。哎，你觉得这合理吗？你怎么想？我呢，跟他的意见恰恰相反，把一个没有感情的女人画成女主，不谈恋爱，你让女性读者要怎么代入呢？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让你画少女漫，要唯美，要纯真。亲爱的，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再画？喝口水。我这些真的没有价值。怎么会啊？我觉得特别棒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没价值啊？真的吗？你看看你画的这些，这个排版，这个配色，还有你的审美多棒啊！你看，尤其是这女主角的这个衣服，每一套我都特别喜欢。
我敢跟你保证，你这个画儿一出版了之后，保证有很多女粉都会求着要链接搜同款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没有意义啊？你看看，这个男主角和女主角，他们这个身高差呀，然后包括你对这个漫画的审美这个理解，知道你是不是按照我的原型画的这个女主角？太时尚了！原来我男朋友那么优秀啊，审美也好，长得又帅。你怎么了？我说错话了吗？你确定这是蹲在马桶3小时都憋不出半句台词的我吗？我一直以为不会有人能理解我创作时的心情的。憋了3个小时，没有长痔疮吗？我跟你讲啊，其实你每一部作品，我都看了好几遍，看了很多很多遍，每一次看都有新的解读，越看越有味道。所以，今天我能见到你本人，我很开心。那你最喜欢我哪部作品？贩卖机。这篇啊，确定吗？我今天来之前还看了一遍呢。是吗？你塑造的这个倾国倾城的女主人翁，真是太复杂了。那些被她吸引的男人，沉迷于她的笑容、她的言谈，甚至只是默默的陪伴在她身边，就能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满足和虚荣心的膨胀。渐渐的，她开始出售自己的倾听和陪伴。她在这种交易中获得了金钱，更获得了一种荣耀般的快感。她陷入了扭曲的价值观，认为世间所有一切都可以交易，而她自己就是取之不竭的货币。我爱你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开始贩卖爱情，她才发现爱情是没有办法交易的。她没办法假装爱一个人，于是她从不爱的那些男人身上得到了否定和差评。她开始自我怀疑，而最悲惨的是，她遇到那个让她忘记身价、义无反顾想把自己当成礼物送给对方的男人，而那个男人对她没有丝毫的兴趣。我爱你，甚至厌恶至极。他的世界崩塌了。他是多么高傲啊，可在爱情面前却变得一文不值。最终，他的人生和他的价值观一起走向了毁灭。女主看似轻佻放纵，但她心里是宛若无暇，一心追求自己理解的那种幸福。其实幸福就像安康鱼头上的那缕光，给我们希望又让我们绝望。可为什么有种莫名的情感，会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不恰当的时候，生出萌芽？我喜欢你。这种淋漓透彻的分析，我能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吗？你问。你有女朋友吗？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现在有了。开个玩笑，我有女朋友了。我猜到了，
但是这对我来说是个坏消息。嗯？自从第一次看到你的作品，我就知道我喜欢你。我花了一整天，整整1天的时间补完了你所有的作品。我记得当时是凌晨4点钟，我兴奋地给我闺蜜打了个电话，我跟她说我爱上了一个漫画家，我恋爱了。张一帆是吧？我觉得呢，你喜欢的只是我的作品，它并不代表作品是你的内心写照吧？你不要否认，我懂。我确定你就是那个让我心动的人。你可能会觉得我有点冒失，甚至觉得我疯了，但是这种感觉是真的。我确定，我爱上你。你的好用我心里，真的，谢谢。但是你想让我怎么样呢？和我女朋友分手，和你在一起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是那种无理取闹的人。我到这儿来是想把我的真实感受告诉你。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是最后一个。你有没有对我，哪怕只是一点点心动的感觉？如果我现在掉头就走，你会拦住我？我想你还是太冲动了。我们这才是第一次见面，所以向老师，感谢你百忙之中来见我，万分荣幸，不打扰。等一下，这波他很强。有没有人说过你很嚣张啊？追过我的人呢，觉得我很清高；爱我的朋友觉得我很可爱；嫉妒我的家伙嫌我太好看了。你是第一个夸我嚣张的。我可不是夸你，而且觉得你挺烦。向老师，哦不，应该叫你亲爱的，或者小哥哥。你是不是觉得被我这个磨人的小妖精如此轻易就拿下了，很不甘心呀？幼稚，我可什么都没答应啊！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这么能装啊？喜欢就喜欢嘛，说出来很丢脸吗？江同学，你好像忘了我有女朋友的。哦，你不说我还真忘了。有女朋友的向老师怎么不乖乖陪女朋友啊？却跑出来跟别的女孩子约会，太不像话了。只是跟异性朋友的正常来往而已。他对我这点信任还是有的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要提你那位了好吗？就算是我，也会小心眼的呀。如果在他之前遇到我，你会爱上我吗？如果你是我的女朋友，一定不会希望我回答别的女孩子这个问题，所以没有如果。我男朋友呢，他是一只非常狡猾的老狐狸，他呢似乎对过于主动的女孩异常的防范，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，他从来没有间断过跟其他女生的交往，只怪我抓不到把柄。
你喝多了是不是不能画画的？哎呀，好想看你画画的样子。都说喝酒能让创作更有灵感，我创作过程太枯燥太乏味了。你确定要看吗？可是一个男人最有魅力的时候，就是他认真做事的时候呀。我好奇的是，你想看我认真做什么？面对你的诱惑，他可能会故作深沉，表现得很淡定。但是如果你过于主动呢，他又能轻易的察觉。所以你执着的态度、主动的尺度都得把握得刚刚好，要不然，你休想抓到他一丝一毫的把柄。你只需要告诉我，你希望我怎么做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这次我要捉奸在床。要签证委发答应你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我比你更接受不了。我只是希望制造一场让他百口莫辩的局面。我要让他羞愧到死，输到不敢再服。没想到你家还挺干净的。啊，好多公仔啊，好可爱。biu biu。想喝点什么？啊，随便，什么都可以。这是你平时创作的地方吗？是啊。做一朵明媚的骚然，不倾国不倾城，倾尽所有跟心爱的姑娘作乐寻欢。这不会是你的座右铭吧？台词而已，剧情需要。你现在是不是也需要？是不是有人敲门啊？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为什么反锁啊？开门！没关系，你让我进去。别管他。不会是你女朋友吧？啊？
方老师为什么会这个时候来？开门！怎么了？不是说想跟我住来做的事情吗？你开门！你疯了？开门！你女朋友在门口哎。开门！知道所以呢，你咋能嫁给我应该穿好衣服就给他开门，开门！然后我跟他解释说你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你猜他信不信？如果注定是一场无可辩驳的死刑，我们就不应该让他成为冤案。你干干什么？你说对吗？若夏老师，我承认我爱你，但是以现在这种局面，我真的没有兴趣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没关系，那就按你的原计划来吧。开门！开门！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去开门，他来捉奸，你全身而退，我背负骂名，这就是你们想要的高潮吧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真希望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没办法假装糊涂。我挺佩服你的，把一个疯狂又不失理智的追求者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不过，在解析我作品那一段台词，好像早有准备，略显生硬。其余部分的节奏，你把握的是张力十足，恰到好处。江一帆这个角色让你塑造的太成功。你干什么？开门！我知道漫画家都很有想象力，但是您过于敏感了。你开门让我进去。开门！你的设定里有一个致命的 bug。你开门！贩卖机。这个作品我从来没有公开过，你是在哪里看到的？我呢，提前准备好了几部他的作品，你可以熟悉一下。那你最喜欢我哪部作品？贩卖机。你有没有对我，哪怕只是一点点心动的感觉？你骗我的样子万般投入，我又怎么舍得让你输？不接我电话是不是？不接我电话是不是？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张一帆，你就是个感情骗子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可我不怪你，我只是有点难过。原来你根本就不爱我，哪怕对我一点好感都没有是吗？可你干嘛要说爱我？我当真了。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这么说就不怕伤害你女朋友？你说爱我的时候就不怕伤害到我吗？你是有女朋友的，你完全可以拒绝我。江一帆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好？你满足了我对于理想女儿的所有想象，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你。你别说了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
对一个人心疼，我很丢脸吗？可是你背着你女朋友，对别人示爱的样子，让我恶心。这样，雨禾，你听好，从现在开始我们结束了，不能再继续爱你，我很抱歉。我爱上这个叫江一帆的女孩了。谢谢你让我遇见她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你再说一遍！我现在可以追你了吗？名正言顺的。你真的是我见过，是我见过最可耻的人。我承认有的时候过于坦诚，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优点。可是既然不爱了，就不能欺骗双方。勉强在一起是对双方的不负责任。要说到不忠，隐瞒自己不再爱了，才是对爱情的背叛。我忠于自己，忠于爱情，所以爱我吧，江一帆。Tell me the secret of love. Is that a secret to love? I thought it had come from below us. Did it come from above? Tell me the secret of love. Is it a push or a shove? It's violent, no comment. 当然那么好。当然那么好，你为什么把我丢下来？喜欢吗？为什么人们总是爱上让自己痛苦的人呢？别丢下我，好吗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能请你们帮个忙吗？什么事啊？我喜欢上一个女孩，可是我不知道她喜欢什么样的男孩，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、星座、血型。你们能帮我打听一下吗？或者
他们能把你借给我，我自己玩吗？哦，亲爱的，你好像被撩了。我不求你对我有多少真爱，只希望你不要欺骗我的感情。真渣，真的是渣天渣地渣空气，渣的彻头彻尾。没错，我就是渣，渣的不可方物，贱的无与伦比。生而为渣，对不起。可是坚毅啊，你知道爱情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有钱是信任啊，我的哥。人家如果那么爱你，你不爱人家了还不告诉他，这不是欺骗吗？欺骗很伤人的，好吧？那说不爱就可以不爱了吗？这就是你认为纯粹爱情的态度？过奖了，弟妹。我被人像屎一样甩掉的时候更有态度。都被甩了，还讲什么态度？态度哥，是不是忘了什么呀？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你说分就分，我说不分。我不爱你。我操！干什么呢你？哎，算了算了。车叶真是个好东西啊！真是难为你们了，都还记得。怀念呐，纯粹的老公没了。我那叫年少轻狂。不过我们倒是好久没有看到你哭了。辉哥，你信不信我让你哭？这就是因果循环，一报还一报。我看是你该遭报应的时候了吧？哎，没完了是不是？我操，喝不了，刚才喝那么大废话。哎，你俩救救我呀！这就是上天报应你的时候。这么多年泡你家的菜，一直主打一个不变，都一个味儿。对呀，反正我是又吃多了。你这每次蹭饭都吃最多的人，能不能买次单？16块钱的水都是我付的。你拿着。不是那个，老公啊，你真的很喜欢那个江一帆吗？哎，咋地？那你就别怕别人说什么，追求真爱是你的自由和权利。大哥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当然啊，真爱是不容置疑的借口，拿真爱当武器，一切不负责任的事儿都可以心安理得。所以你想做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，就去做，我支持你。嘿，我的老伙计，看在上天的份上，我能锤死你吗？知道了。拜拜，拜，回家，拜。那个，张森啊，嘿，你跟我走，好人一生平安，今天晚上我跟你。啊，我也回了，着急赶稿，多睡觉啊。哎，对了，老公，我最近看你漫画，你怎么改名叫泥菩萨了？因为哥们儿，我一肚子烂泥，却又受万人敬仰啊！老公，我要是有你一半自信就好了。再见。走了。
nothing that I wouldn't try to do for this feeling to have you. I resist your gaze, your lips, your touch a second. There's no one that I wouldn't try to fool for an image of you. Take my hand again, take my mind again, break it to my